穿成古代虐文女主后，我把女主剧本套用在了男主身上。除了怀孕流产之外，被卖进南风馆，被追杀，被下毒，被挂在城墙上暴晒3天，被关地牢，被挖眼睛，这些虐身虐心的剧情，我通通给男主来了一遍。虐文嘛，虐谁不是虐，干嘛非要虐女主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穿成了古代长公主，当今皇帝的嫡亲妹妹。书里原主明明手握一副好牌，却偏偏重度恋爱脑，要走虐文女主路线，招个将军当驸马，不住公主府，要去住将军府，伺候他一家老小。本朝有规定，驸马不掌实权，而原主呢，为难皇兄，偏要为驸马求兵权。驸马纳妾，原主也只敢唯唯诺诺，生怕挚爱的驸马有一丝丝的不高兴。在将军府里，别说婆婆和小妾，就连丫鬟和小厮都敢揭磨原主。原主还将被下毒，被追杀，被重伤，被卖进青楼，被关地牢，被挖眼睛，被挂在城墙上暴晒3天，经历种种苦难，千疮百孔，奄奄一息。最后男主发现幼时救过他的人竟然是女主，终于悔不当初，强行大团圆结局。不幸中的万幸，我穿过来的时候还没和萧明玉成亲。萧明玉就是男主，家道中落，凭军功当上正五品的宁远将军。作为男主，他明明没读过几年书，学识却比国子监里苦读10几年的学子还要好。戍边多年，征战沙场，那张脸却也保养得比京城世家子弟还要好。一个没有背景的正五品将军而已，胆敢做出那么多伤害公主之事，究竟是有多无知？又或者说，究竟是谁给他吃了雄心豹子胆？皇帝召见我，我到勤政殿的时候，萧明玉正跪在殿内。他腰杆挺直，眼神锐利，看上去铁骨铮铮，相貌和气质都是小说男主的常见配置。我向皇帝行了个礼。皇帝怒道：萧明玉不知好歹，不愿上公主。书里这位皇帝哥哥特别疼爱女主，为了女主屡屡妥协退让，好言好语地劝男主善待女主。后来女主为了男主不顾一切，甚至罔顾皇室安危，终于让皇帝对她失望透顶，任由她自生自灭。我深吸口气，不疾不徐地说道：皇兄请息怒，萧将军年轻有为，当为朝廷效力。倘若做了驸马，变成闲人，让朝廷损失栋梁之才，得不偿失。皇帝的眸子里逐渐染上一层惊喜，问：你当真如此想？我重重的点头，臣妹静思己过，知错了。皇帝龙颜大悦，看我的目光更加慈爱和善，还让萧明玉不用跪着了。萧明玉告退后，皇帝对我说：安养，你是朕一母同胞的亲妹妹，朕允许你自己选驸马，但你不可做出有损皇室尊严之事。我规规矩矩地应下。走出勤政殿后，只见萧明玉正站在阶下。我从他身边经过之时，他出声道：公主，臣有话要说。声音温润轻柔，态度谦而不卑，与书中男主对女主高傲且狂暴的态度截然不同。我微微愣了一下，继而点头。只听得他说：公主仙姿玉貌，蕙质兰心，臣倾心久矣。然臣背负了重振家族之责，若是上了公主，便不能再为朝廷效力，愧对萧家先祖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试探道：萧将军的意思是，如果能够继续当将军，就愿意做本宫的驸马？萧明玉向我施了一礼：臣愿意。我转身就要回勤政殿，余光瞥见萧明玉嘴角勾起的弧度，心中不禁冷嗤，还以为是什么坚贞男主呢，不过是利益趋之罢了。舔着他的时候，他装清高；不舔他了，他反过来给颗枣，生怕我彻底放弃他。说到底，他还是想当驸马，想要利用我谋权。我向皇帝提出借个暗卫，皇帝二话不说就给了我2个人。他的暗卫个个都是高人，我让他们去查萧明玉，以免冤枉了他。暗卫查到萧明玉在边关养了个外室，他的兵都称那女子为将军夫人。回了京城，他便和寄居在府里的表妹不清不楚。暗卫亲耳听见萧明玉对他表妹说：接近我不过是为了借着我的关系光耀门楣，承诺表妹将来会给他一切。这对应上了书里前面90%的内容。
后面10%，男主发现女主才是他幼时的救命恩人，幡然悔悟，虐死女配表妹，跟女主道个歉，破镜重圆。这糟心的剧情真晦气。我特别怀疑女主才是书里最大的工具人，一切都是为了成就男主。不过萧明玉既然想利用我，那就不能怪我对他不客气了。国舅府设宴，我去捧场了。舅舅亲自领着我入席，接受众人的拜见。我扫视了一圈，京城勋贵世家几乎都到齐了，而萧明玉的席位竟然就在我舅的下首位。凭他一个小小武将，如何能在国舅府的宴席上有如此之高的地位？酒过一巡，我听见了许多恭维萧明玉的话，也看见了他眼底几乎快要藏不住的满足与虚荣。我抬手掩袖饮茶，遮住了嘴角的沈笑。一名衣着朴素的女子来向我敬茶，她一一拜，扶风若柳。臣女阮甜甜给公主殿下请安。原来是男主表妹，难怪如此娇白如莲。全文和男主臭味相投，直到快要大结局时，才被男主认清真面目后惨遭抛弃。这妹子可恶又可怜，其实也是突出男主重情重义的工具人而已。虽然如此，但他非要自个儿凑到我面前来讨嫌，那我就不能客气了。你是哪位大臣家的千金？臣女这个自称也不是随便谁都能用的。他轻咬嘴唇，眼泛泪光，委屈地看了眼萧明玉，而后很快就移开视线，在我面前低下头，楚楚可怜地说：民女是宁远将军府老夫人的内侄女，若是原主，此刻大概会表现自己的贤良大度，甚至为了讨好男主，对他表妹爱屋及乌。可惜啊，现在面对的是我。我这个人没道德，谁也绑架不了我。我没去管萧明玉和阮甜甜是什么表情，而是对舅舅说道：舅舅家大业大，底下办事的人没个仔细的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到本宫跟前来说话了。舅舅秒懂我的意思，抬手打了个手势，立刻就有下人请阮甜甜离席。阮甜甜委屈地看向萧明玉，未语泪先流。萧明玉看着他的目光满是疼惜，蹙着眉头对我开口：公主。我连一个正眼都不给他，继续对舅舅说：今日这座次也不够讲究。得了我的话，舅舅十分硬气的不给萧明玉面子：萧将军，快快陪领表妹回府去吧。萧明玉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其他人也都惊呆了，似乎都没想到我这个舔狗居然有一天不舔了。国舅府的人强硬地将萧明玉和阮甜甜请走后，我执起茶杯，不疾不徐地对众人说：今日是本宫的舅舅设宴，诸位畅饮畅言，别被不相干之人扰了兴致。本宫以茶代酒，敬诸位一杯。紧接着便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。至于萧明玉，不过是被人捧得高了，得意忘形，却忘了他为何会被人捧。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只需要让人知道我不再舔他了。看还有几个人会捧着他，上赶着给他送前程。我不去找萧明玉的麻烦，他倒是先来找我了。想来自国舅府一事之后，萧明玉应该感到落差，受挫不少。那天我从太和殿附近经过，萧明玉候在那里，含情脉脉地望着我。能再见公主一面，臣死而无憾了。我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真是够讽刺。不过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萧将军怎地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？不瞒公主，近日京中似有外族细作出没，皇上命臣在7日之内查清楚，否则就要臣的脑袋。哦，是找我保命来了。说到抓细作，我想起了书里的剧情，那是在男女主成亲之后，男主奉命抓捕细作，女主在背后出谋划策，而女配阮甜甜不仅冒领功劳，而且弄巧成拙，害得男主落入细作之手。女主为了救出男主，甘愿以身犯险，中了毒，受了重伤。男主获救后，听信女配之言，误会女主害他们。女主遭受身体上的严重迫害，便是从那时开始。见我沉默不语，萧明玉又道：公主地位尊贵，臣只是一名五品小将，不敢奢望公主另眼相待，只盼着公主日后得遇良缘，一生幸福快乐。他言辞诚恳，表情真挚，若非有暗卫的查证，我就要认为他与书里的男主不同了。以退为进，这招对我不好使。
我微微弯起唇角，多谢萧将军吉言。萧明玉愣了又愣，周身萦绕着失落伤感的气息。公主可是还在怨臣，臣先前拒绝公主，实是无奈之举。萧将军多虑了，之前的事情是本宫一时口误，你不提，本宫都忘了。公主，细作最善潜伏，极难抓捕，此臣此次恐难完成圣命。萧明玉的话戛然而止，露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，向我行了一礼。臣告退。说罢，他便转身而去。我身边的大宫女说，公主，萧将军似有难处。书里保对女主忠心耿耿，受女主连累，被女配冤枉，最后被男主下令打死。我冷嗤道，本宫赌他1刻钟内必反，他没能从我这里拿到保命符，怎会甘心？再者，若是皇帝真要杀他，除了我，有谁能保他一命？果然，不到1刻钟，萧明玉就折返了。他追上我的轿辇，神情急切且真挚。公主，臣有句话，今日若是不说，只怕没有机会再对公主说。萧将军，请直言。臣初见公主之时，便知公主于臣是天上月，臣愿一心一意待公主，求公主给臣一个机会。我吃了一惊，这么直接的吗？鱼游过来，主动求咬钩子，不放点儿好像说不过去。萧将军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办差，皇兄是明君，多谢公主。他向我施了一礼，又道，公主，国舅府设宴那日，家中老母开口让臣带表妹去见识1、2，臣不得不带她过去，以至于让她在公主面前失礼，这便算是解释。也不知道阮甜甜听到这话作何感想。我真诚建议道，令表妹美丽清纯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佳人，望萧将军珍惜。萧明玉却仿佛认定我是吃味，还说要给我一个交代。这叫什么？鱼自个儿把钩子咬得死死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抓捕细作是朝廷大事，我避开一些不能说的，把我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皇帝。皇帝误以为我还对萧明玉念念不忘，积极为他的差事查探与奔走，一边恨铁不成钢，一边安排部署政事。事情进行得很顺利，但没2天就听说萧明玉掉进了细作的陷阱里，跟书里的剧情一样。而我不可能学女主，奋不顾身地去救她。萧明玉能不能逃过此劫，就要看她自己的造化了。我悠闲自得地过着公主的日子，京城里却突然传出我与萧明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在这则故事里，萧明玉以身涉险，冲锋陷阵，全是为了我。如今萧明玉被困，我若袖手旁观，世人必定认为我薄情寡义，这分明就是逼我出手。幸好暗卫发现的及时，遏制了流言的继续传播。暗卫向我禀报，流言是阮甜甜散播的。我想了想，出宫去见阮甜甜，这样阮甜甜会更加相信我心里有萧明玉。果然，阮甜甜见到我的时候，眼底不经意间透出几分轻蔑与厌恶，稍纵即逝。阮甜甜急切地往我面前一跪，哭着说，公主，求您救救表哥。萧将军的事情，本宫听说了。萧将军吉人自有天相，朝廷也正在想法子营救，阮姑娘宽心些。阮甜甜抽噎了几声，不瞒公主，民女只剩下姑母与表哥2个亲人了。表哥出事后，姑母以泪洗面，民女真怕她哭瞎了眼。阮姑娘可以多劝劝萧老夫人。阮甜甜哭得更加厉害，哭得五官都变了形。她很聪明，在男人面前哭得美，但在我面前哭得越真实越有用。民女知道表哥心系公主，那日从国舅府回去后，表哥茶饭不思，垂头丧气，为的都是公主。民女只把表哥当作兄长，还请公主不要误会。这对表兄妹还真是一丘之貉，用的是一样的手段和套路。我要是不陪他们玩玩，都对不起他们的演技。我对阮甜甜说出书里女主救人的办法，阮甜甜听得2眼锃亮，频频点头。最后我对她说，阮姑娘，你可以试着按这个办法去救萧将军。她瞪大眼睛，而后泣不成声，公主，民女手无缚鸡之力，无权无势，怎么能救得了表哥？我做出为难的样子，而后目光坚定地对她说，你别担心，本宫亲自去救他。该抛出鱼饵的时候还是得抛。谢公主。阮甜甜破涕为笑，
眼底的算计若隐若现。细作被抓了一大半，剩余的小股势力将萧明玉关押在城外山上，山上遍布机关。我挑选了一队侍卫，亲自带着人上山，然后在半途停下。暗卫向我禀报，公主猜得不错，阮甜甜悄悄地跟来了，就藏在山脚下。我点点头，由暗卫陪伴等在半山腰，侍卫们去救人。要知道，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，自然不能去添乱。约莫过了1个多时辰，山上终于传来动静。我和暗卫亲眼看见那名身材最矮小的侍卫带着萧明玉勇闯机关，萧明玉全身都挂了彩。他们的身影消失后，官兵上山围剿，暗卫护着我离开。回宫后，矮小的侍卫来向我复命，生龙活虎。启禀公主，小人幸不辱命，将萧将军送到了山脚下，亲眼看见阮姑娘将他救走。萧将军伤势如何？回公主的话，萧将军伤势严重，到山下时已重伤昏迷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交代了他几句，便让他退下。如书里所写，萧明玉醒后，阮甜甜谎称是自己冒险去救他的，萧明玉感动不已。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要和书里不同了。带兵上山抓捕剩余细作的大理寺少卿，前往萧府探望萧明玉。少卿告诉他，朝廷已有解决机关的办法，若是萧明玉没有自行逃离，反而未必会受伤。就是这一句，萧明玉不再感激阮甜甜，反而责怪他多事，害得他身受重伤。暗卫告诉我，阮甜甜在萧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。然而比起书里女主受到的迫害，这才哪到哪呀？又过了数日，萧明玉带伤进宫求见我。不难猜测，阮甜甜对他说出了部分真相。萧明玉身上绑着纱布，困难地向我行礼。等到他行完礼，我才状似焦急地说，萧将军快请坐，不必多礼。萧明玉缓缓坐下，深情款款，听闻公主为臣以身涉险，臣心中既高兴又自责，让公主担心了。我眨巴眼，不解道，萧将军此话何解？公主，臣已经知道了。公主为了救臣，亲自出城闯上山，幸好公主安然无恙，否则臣一辈子都不能心安。萧将军，本宫是受令表妹所托，她为你来求本宫，对你情真意切，本宫被她这份深情打动。将军若是要谢，就去感谢令表妹吧。萧明玉蹙紧了眉头。公主有所不知，陈大表妹心思不纯，甚至妄图冒领公主之功，罪大恶极。请公主放心，臣会处理好表妹之事。臣对公主的情谊，天地可见。我想翻白眼，但强迫自己忍住了，装作有些羞赧的样子。萧将军怎可说出这等羞死人的话？快别说了。萧明玉似乎松了口气，脸上的笑容也轻快了些。公主，待臣养好伤，臣便向皇上请旨赐婚。我笑而不语。待萧明玉退下后，我身边的内侍们个个欲言又止。我把暗卫叫了过来，让他们去给阮甜甜透个消息。第二天，阮甜甜求到国舅府的门前，想要见我。我舅舅直接让门房把她赶走，她在门外驻足了1个多时辰，最后被萧府的人强行带回去。我让暗卫盯紧了萧府，以阮甜甜的作风，她不可能就此消停。没过多久，暗卫就传来消息，阮甜甜勾结大夫，谎称自己怀了萧明玉的孩子。萧母让萧明玉娶阮甜甜为妻，萧明玉拒绝后被罚跪祠堂。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原剧情，问道，那个大夫是否姓王？回公主的话，正是姓王。我不由得沉了沉眸。女配的帮凶王神医也出现了。在书里，阮甜甜谎称自己中毒失明，冤枉女主，就是王神医替她遮掩的。王神医告诉男主，皇室中人血脉特殊，把女主的眼睛换给阮甜甜，可以救她。男主二话不说就挖了女主的一只眼睛。我禁不住连连冷笑。配角也就罢了，萧明玉这种人到底是怎么成为男主的？他配吗？是心爱之人为珍宝，就可以是其他人，命如草芥吗？即使对待长公主身份的嫡妻，他也可以痛下狠手，剜起眼睛。这种人太恐怖了。我抽回思绪，让人去帮萧明玉和阮甜甜宣传一下。怀孕是好事，必须宣传。事情传出去后，萧明玉又来见我。
他急匆匆地向我解释，阮甜甜和别人珠胎暗结，妄图推到臣身上，请公主相信臣，那孩子与臣无关。我轻轻点头，萧将军的品行，本宫信得过。萧明玉目露感动之色。我话锋一转，萧将军，本宫想见阮姑娘。萧明玉蹙眉，本宫只是想跟她说几句话，请萧将军为本宫安排一下。我把姿态放得很低，明明召见个民女很容易，却偏要萧明玉来做主安排。萧明玉似乎很受用，应下了此事。很快的，我便在宫里见到了阮甜甜。她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潸然泪下。公主，民女已经怀了表哥的孩子，请公主高抬贵手，放过民女。民女愿离开京城，和孩子永不回京。我亲自扶起她，心疼地看着她。你怀了萧将军的孩子，更要保重身体。哭多了伤身。阮甜甜愣了一下，讷讷地被我扶着坐下。阮姑娘，本宫和你说几句提己话。萧将军戍边多年，开枝散叶是天大的好事，只要萧将军欢喜，本宫就欢喜。我在阮甜甜面前扮演了原书女主的角色，深爱萧明玉，愿意为她各种妥协退让。大棒和枣都给过了，把路铺到这里，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如何抉择了。不久，萧明玉和阮甜甜和好如初。萧明玉竟认下了这个孩子，除了他们早已有夫妻之实，我想不到其他理由。阮甜甜托萧明玉递帖子给我，邀我郊游。我的宫女愤愤不平，阮甜甜算什么东西，胆敢给公主送帖子，还郊游？无妨，本宫陪她玩。她的胆子是我给的。郊游日，我带了几个内侍和侍卫，人不多。车马行至半途，突然冒出一伙山匪。我的侍卫和萧府护院不敌对方人数众多，我们被绑了。书里的2选1场景发生了。当山匪将刀架在我和阮甜甜脖子上，让前来营救的萧明玉做出选择时，我忍了又忍，才让自己没翻白眼。阮甜甜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。表哥别管我，快救公主。我也想挤几滴眼泪，但看着眼前的情景，只想呵呵笑。可恶，快想想伤心的事。萧将军，阮姑娘已经怀了你的骨肉，这世道女人未婚先孕太难了，你要对她们母子负责，快救她。瞧瞧，我也有潜力做个贤良淑德的女人，时刻不忘替他们宣传情不自禁的美好爱情。萧明玉似乎表情痛苦，在山匪的催促下，大义凛然的扬声说：长公主乃金枝玉叶，不容有失，放了公主。书里男主选择救表妹，放弃对她掏心掏肺的女主，而我什么都没为她付出，她倒是选择救我了。阮甜甜面色煞白，有一瞬间，我从她眼底看到了一丝恨意。她哭唧唧地说：表哥做得对，公主身份尊贵，当先救公主。萧明玉表情痛苦，愧疚却又不得不牺牲表妹。这对狗男女表演着生死离别，无言泪千行。我的耐心飞速流失，悄悄地给身旁的山匪打了个手势。山匪头子气势如虹：萧将军，给你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，只要你束手就擒，让咱兄弟把你绑了，我们就把公主和你的姘头都放了。阮甜甜哭道：表哥，你别管我和肚里的孩子。山匪把刀架到阮甜甜脖子上，稍稍一划就出血了。阮甜甜表情惊恐：表哥救我，我不想死。山匪嗤道：小娘皮别吼了，刚还不是死如归吗？这会儿就被吓破胆了。表妹，你别急，我会想法子救你的。萧明玉嘴上安抚他，却没有一点要换他的行动。山匪又冷嗤凶狠地盯着阮甜甜：告诉你们吧，老子这辈子最恨不贞不洁的女人，今儿个非得杀了这贱人不可。话落，那血在刀身上流过一道，滴落在地。阮甜甜急得吐露真相：我没有失贞，没有怀孕，你不能杀我。我的肚子是假的，王神医收了我的钱，我怎么能相信你？不信你们可以把王神医抓来审问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山匪收回刀，似笑非笑。阮甜甜死里逃生，松了口气，而萧明玉的脸则是绿了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揭露，他被女人戏耍了。我冷眼旁观，打了个手势让他们收尾。大批宫中侍卫赶来，山匪闻风而逃。
自此，萧明玉和阮甜甜的矛盾升级了。狗咬狗，我喜欢。回宫后，皇帝关心我遇到山匪之事，我坦白从宽，不坦白也没用，没什么能瞒得过他。皇帝听完无奈的叹气，宠溺地给了我一块金牌。我千恩万谢地把金牌捧在怀里。数日后，暗卫急匆匆地来禀报，公主，萧将军把阮姑娘卖去以春阁了。以春阁，女主被卖去的那家青楼。书里，女主被阮甜甜陷害，被萧明玉隐藏身份卖进青楼，直到宫中设宴，萧明玉不得不带女主出席，这才把她带回了将军府。萧明玉威胁女主不能把事情说出去，女主那个恋爱脑一边伤心一边答应。萧明玉很可恶，阮甜甜也不遑多让。我眼珠子转了转，我得比他们更恶毒才行啊！我让暗卫去跟老鸨讲道理。当天晚上，老鸨就给了阮甜甜第二个选择。隔壁南风馆也是老鸨开的店，阮甜甜可以去隔壁招揽客人，如同以春阁的归宫。听说不用自己伺候客人，阮甜甜欣然答应。没过多久，她就在南风馆混得风生水起，还和人牙子打成一片。眼见时机成熟，我让暗卫打晕萧明玉，扒了他的外衣，扔在人牙子必经之路上。阮甜甜见到昏迷不醒的萧明玉后，促成了人牙子和南风馆的买卖。不过，萧明玉毕竟是正五品的宁远将军，很快就获救了。听说当时萧明玉被下了毒，全身无力，口不能言，只能任人宰割。最后是南风馆的一个客人认出他，并通知了萧府的人。南风馆被查封，萧明玉的美名也传了出去。暗卫告诉我，有人把阮甜甜就走了，萧明玉暗中派人在找。我吩咐暗卫盯紧了他们。不出2天，那2个人就又有事发生了。萧明玉被人追杀，等到被救下时，已经再次身受重伤。大理寺少卿前往萧府了解情况，萧明玉被问得急了，说出阮甜甜，说这是他们儿女情长的小事。大理寺加派人手将阮甜甜找了出来。阮甜甜说她气萧明玉负心薄情，于是花钱雇人给自己出气。2人倒是口供一致。阮甜甜回到了萧府，明明发生这么多事，他们却诡异地恢复了和平相处。我越发觉得这2个人藏有共同的大秘密。我仔细回忆剧情，一遍又一遍。前期虐女主，后期追妻火葬场，还没怎么追究 H1 了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剧情。直到有人造反了，打着恢复前朝国号的名义。书里是有这段，女主还被吊在城墙上暴晒3天呢。但是我透露信息给皇帝后，那些造反的头目都应该已经被提前处理了。我去找皇帝，他也说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叫我别担心，已经派军队去镇压。他还说此次领兵的将领是萧明玉。不知为何，我的右眼皮跳个不停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前朝余孽越聚越多，反贼攻下了一城又一城，打到了京城脚下。大臣与百姓们人心惶惶，皇帝却一点也不着急。他不急，我便也不急。我选择相信皇帝，没做多余的事，以免给他添乱。朝中有人与反贼里应外合，结果一进城就被来了个瓮中捉鳖。原来反贼里的几个主要将领都是皇帝的人。皇帝陪反贼演了一出大戏，逼出了潜藏在朝廷里的人，竟有半个兵部，他们都是前朝余孽。有人试图逃跑，全被官兵抓了回来，其中有阮甜甜的身影。阮甜甜大概是太相信我扮演的人设了，被抓住后就一直求见我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去见他，看他还有什么要说的。阮甜甜蓬头垢面，见到我就像见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他哐哐哐给我磕头，公主，罪民死有余辜，但罪民不能让公主再继续受欺骗了。本宫受何欺骗？我顺嘴一问。萧明玉企图利用我谋权之事，我一早就知道了。然而阮甜甜语出惊人，罪民的表哥萧明玉也是前朝余孽，他故意接近公主，是为了将来自己做皇帝。我不禁愣了一愣。原书讲的全是情情爱爱之事，没想到还有隐藏剧本。对男主来说，比起感情，更重要的是权势。那么，大团圆结局的正文完结之后，女主又将经历什么？
我总以为这是书中世界，但事实上，如果回不去现实，那这里就是现实。书中剧情结束后，时间依然会流逝，生活仍要继续。我应该更认真地去对待。阮甜甜见我怔怔的不说话，继续给我磕头。公主是好人，罪民不能再看着公主被骗了。这个理由我就没法相信了。我弯着唇角说，阮姑娘若是想从本宫这里得到什么，就该如实说来。她眼神躲闪，闪烁其词。我做事就要走。阮甜甜急道，公主，我说，萧明玉自从被救出南风馆后，就本性暴露，抓我回萧府，天天换招法的折磨我。她呜呜哭着，眼神阴狠，我要亲眼看着她被折磨，看着她死得比我还惨。她想借我的手报复萧明玉，我如她所愿。我有御赐金牌，做事方便，畅通无阻。我让人把萧明玉扔进大理寺牢里，各种刑罚伺候。大理寺卿告诉我，萧明玉招供了不少事，因此皇帝更加纵容我折磨他。我亲自去大牢瞅一眼的时候，狱卒呈上一块玉佩，递到内侍手上。内侍向我禀报，公主，从萧将军身上掉下一块玉，正是您找了10年的那块。这该死的熟悉感！我隐晦地翻了个白眼，怒道，果然是他偷的。萧明玉睁大眼睛，不可置信道，在我10岁那年，救我的人是你。我睁眼说瞎话，本宫心地善良，幼时救过许多人，怎会记得你是哪个？萧明玉颓然倒下。阮甜甜在旁边看的表情变了又变，笑容更加狰狞。她对我说，公主，在狱中受任何刑罚，也就狱中这几个人知道，不如将她吊在城墙上，一来暴晒受罚，二来让更多的人看看她的鬼样。萧明玉咬牙切齿的怒吼，阮甜甜，你这个毒妇！阮甜甜笑得更加恣意，看上去也更疯癫了。我想到一件事，一种可能性。书里女主被挂在城墙上暴晒3天，莫非是阮甜甜给萧明玉出的主意？呵，确实是个好主意。于是我让人把萧明玉挂在了城墙上。萧明玉说来说去，还是那句话，公主，臣对你是真心的，你别听信阮甜甜那个贱人的挑拨之词。每当这个时候，阮甜甜就会列举萧明玉做的恶事，向我证明他是个伪君子，真小人。而我则会顺着他的话，让人继续对萧明玉用刑。虐文嘛，虐谁不是虐？我不过是把女主剧本套用在男主身上罢了。女主经历那么多非人的折磨都能活下来，男主就更可以了。别人我管不着，反正我是这么相信的。萧明玉被暴晒3天后，果然奇迹般的还活着。阮甜甜几乎要咬碎一口银牙，又向我谏言，公主，萧明玉身上有前朝皇室的血脉，剜其双目为失明之人患上，可恢复光明。哦，差点忘了，女主还被挖了一只眼睛。阮甜甜说看不见，那个所谓王神医说可以挖女主的眼睛，萧明玉就动手挖了。轻飘飘的，对他们来说，挖人眼睛就好像挖地里的土豆似的。很好，挖吧，不用2只，跟女主一样，1只就行。报复完男主，我痛快了。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大理寺。萧明玉和阮甜甜等人全部被证实是前朝余孽。皇帝下令处斩要犯，赦免了被忽悠进所谓义军的普通百姓。听说萧明玉在行刑前仍然高喊要见我。围观的百姓中，有人带头扔他烂菜叶、臭鸡蛋，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扔。反贼也敢肖想公主，别痴心妄想了，只会骗女人的狗东西，活该被斩。百姓们骂得很多，内侍捡着话学给我听。内侍说还有许多脏话，奴才就不学了，不能污了公主的耳朵。我笑了笑，惬意地歪到躺椅上小憩。原剧情和隐藏剧情都已解决，不错。一睁开眼，我就窝在家里客厅沙发上，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我正在看的最新完结小说。这是一个新人作者写的，作者看多了虐文，受不了女主被翻来翻去的虐，便写了这篇同人文，把原书女主剧本套用在了男主身上，也就是我刚穿书经历过的，无男主无 CP， 专为虐原书男主而虐，没有逻辑，不讲道理，就是要反虐男主。作者在置顶评论写道，
天下苦虐女文久矣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